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靖远开讲的主持人唐靖远先生。大家好。对，靖远骑士，然后这边还有周子定骑士。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下川习会，这是目前最热的一个话题。川普现在是回来了，第二任期的首次访华。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他的收获怎么样？但是这次行程当中，在中国其实有一些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习近平和川普走在一起，他和川普一样高啊。但是呢，大家把那个照片啊，之前他和郑丽文会面的照片和他和川普在一起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对，就发现习近平好像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身高，和郑丽文一样高1.78米。然后又和川普一样高1.9米，对，所以说就感觉这个增高鞋垫真的是他有好多副。然后另外就是今天被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他把川普邀请到中南海去了，结果坐在中南海的时候呢，川普比他矮了很多。对，怎么看这些小动作？你要不先说大动作？大动作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之前两个人到天坛去游玩，然后去转了一圈，结果呢，随行的这些记者啊，美国白宫的这边被关小黑屋了，就说不允许他们先走，因为要让领导先走，让习近平先走了之后，他们才可以放出来。然后川普这边，这边是白宫记者追着去，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高峰会的时候，说是白宫记者他的特勤局的这个安保人员携了枪，然后中方的安保是不让他进，然后也是爆了粗口。所以说大大小小的事情，您说的这种大的这种动作是什么？是大礼包吗？是购买的这些？他不是这个特勤区的特工和中共的也叫特工是吧？我们可以说他叫安保人员嘛，其实也可以说特工。他不是简单的爆粗口的问题是这个双方首先是语言上的这个对峙，然后是这个剧烈的推搡，对，然后还有用福克斯新闻的原话讲，叫做他们认为是这个高强度的肢体的对峙。对，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可能他们真的是没有见到这种阵仗，应该是有动手打了架的，但是而且时间还挺长的。我查过好多媒体，多数媒体报道是说是半小时左右持续，半小时，有个别少数媒体说是接近1个小时。天哪，冰球场上打架都打不了半个小时，对，都没搞定。起因是什么呢？就是记者他的那个随行人员是带了枪嘛，然后中方这边让他把枪缴下来，但是人家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操作。对对对，就是按照特勤局的规定，他必须要这样。他只要进入到有总统在这个场合里面去，他是要护送这些记者和这个美国代表团进去，他一定要带枪，这是美国特勤局的规定。你必须要带枪来，你是保卫啊，你是这个。但是中共的这个安保的概念是反过来的。中共安保的概念就是所有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有任何武器，所以你不能有刀，不能有枪什么的，什么都不能有。他是跟美国这边是截然相反，美国是觉得就是我的这些保镖，我的这些特工一定要有枪，有武器在身上，我才安全。对。但是中共的党魁是反过来，你们周围所有这些人不能有任何武器，我才安全。我这听下来，他其实是这么一概念。怎么感觉像这个电影里面去见黑帮老大一样？你要先搜个身的感觉。先搜个身，你什么枪你先拿出来见黑帮老大。但是中方的安保他们有没有，就是说和特勤局对峙的这个人，他们身上有没有枪支？那他这个报道里面就没有提。对。但是呢，就是反正最终的解决呢，还是美国这边是让了半步，美国这边另外换了一个不带枪的、不带武器的特工。毕竟是做客嘛，对你毕竟你是客人，他是地头蛇，强龙你不能压这个地头蛇嘛。虽然你刚开始弄了70多辆车是吧，从那个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你已经是强龙压了一头了。那现在在这种时候，因为你要再打下去，都打半小时了，你还要打到什么时候？你再打下去，最后这事儿闹大了，被直播拍下来弄出去，那可就事儿大了。所以呢，还是美国这边算了，就我们换个人。就是这样子来解决的。对，怎么总是出现这种问题？其实17年的时候，川普访华，当时是因为这个安保人员他携了一个核足球这个公文包，然后也是这样和中方的人员就大打出手，也是发生肢体冲突。对，他不让这个拿着核足球的这个人跟着川普进会议室，可是按照美国的这边规定，川普总统要随身带着这个核足球，然后他拿着进，中共这边就不让进，然后最后也是有这种就是打起来了，然后是有双方的外交官过来拉架才平息。然后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在一个屋里正在谈话，另外一个屋就是在打架。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吗？为什么老出现这种事吗？对呀，而且为什么老是在川普当总统都出现这种事吗？
根子就在川普身上。啊，在川普我们这身上是要批一批川普吗？还是怎么着？怎么说？因为川普，以我的这种对川普的了解和判断，川普事前一定是跟所有人打招呼的。这次到中国去跟中共这些党官们见面，所有人不准认怂，所有人必须得给我必须得给我强硬。我就举个，这不是随口乱说。你看这一次川普访华是吧？看到了，他和那个就是卢比奥，卢比奥不是跟习近平握手，眨了个眼，握完之后，卢比奥就跟他挤个眼睛，啥意思呢？肯定两个人就是有默契啊，对吧？这是第一个，而且不光是卢比奥，在卢比奥握完手之后，下一个就是那个赫克塞斯。对，赫克塞斯，你可以再去看那个视频。赫克塞斯是所有人里面脸色是最难看的，铁青啊，他连一个就是象征性的、礼貌性的一点微笑都没有。完全是板着一张脸，非常强硬的一种表情，在和习近平握手。握完之后目不斜视，根本就不甩习近平那种。握完之后，眼睛就直直盯着习近平，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今天才出来，你们有注意看的视频吗？没看到？怎么了？川普不是就跟在习近平后边吧？川普马上把眼睛就看着赫克塞斯，他就挑他的这个眉毛，挑了一下。然后赫克塞斯就露出一点微微笑，赫克塞斯就点了一下头，赫克塞斯就这么一个微妙的这个微表情，被那个镜头，你想这种现在那镜头都是抓得很清楚的，把这个放大出来，还把他们这个两个人的表情都特别弄个箭头在那儿，只是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它说明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川普和赫克塞斯肯定是事先是约好的，他就是告诉赫克塞斯，你见习近平跟你握手后，你千万别跟他笑。是吧？你就是要表现你是战争部长，你是我的国防部长，你就是要强硬，在他面前一点笑容都不能有。所以一弄完之后，是吧？川普扬眉毛，挑眉毛，意思就小伙子干得挺好的。赫克塞斯他其实也回应一下，点头，意思就是领导我，你看我完成得很好，这个任务，是吧？所以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想他一个总统，连他的内阁部长都是这种表现，都这么强硬。那毫无疑问，你下面这些记者什么保镖啊啥的，那更是他觉得我到了他本来现在美国每到川普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对中共就是特别的强硬的。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这样做，就是说，对啊，你作为一个领导人或者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是在场合，特别你面对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就要足够的强硬。对，我想起来，因为我很喜欢足球，我想起来就曼联。就是因为我是阿森纳的球迷，但是曼联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他们有一个球员叫纳尼，然后纳尼有在纳尼，对，纳尼，他名字就是叫纳尼，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在球场上就是被人犯规了，然后犯规的非常严重。然后这种曼联球员就走上去，包括斯科尔斯啊，包括什么其他的人走上去，就是他们本来是想去就是和对方对抗，然后纳尼就抱着腿在那哭。然后所有曼联球员都很痛，都很鄙视这种行为。就是说，你作为曼联的球员，你在战场上，你在球场上就是如战场，你不能给敌人示弱，你不能哭，你绝对不能哭。所以这就是曼联的文化。但是现在我们这一代足球场上可能看不到，但是我觉得，在政治场上也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记得川普还是谁，就握手的时候。你要非常强硬的去握手来展示你的这个意志力。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每次和这个马克龙握手，马克龙都搞不过他们，那个手都不要捏的就发白。就是马克龙几次想抽回来。川普，你看他就是这种风格，就他一定要是我就是老大，我是要占上风，我是强势的。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相反的，奥巴马在2016年不是去杭州对吧？那个时候去出席那个 G20的这个会议，你看中共那个时候给他什么脸色？没有红地毯，然后呢，甚至连那个移动的那个舷梯都不给他，故意怠慢。对的，他自己被迫从那个飞机尾部那个小门自己放下那个门，自己这么走下来。然后当时，因为我当时做过那新闻，我印象很深，就在那个机场的现场，奥巴马下面的一个应当也是负责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官员，是个女官员，就跟中共的当地，你想是杭州，那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官员，还不是中央的，那个官员两个人就发生这个争吵。就是也肯定是因为这种双方的安排，比如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要按我们的规矩来，那对方说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要按我们的规矩来，就是因为这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是吧，发生这种矛盾，然后那个中共的官员是个男的，年纪还比较年轻，就冲着就明知道有记者在拍，拿镜头在拍，就冲着这大喊，这是中国的土地，这是我们中国的机场，
是吧？你得这是我们的规矩，就得我们说了算。就是那个是被直播出去的。你觉得这是故意给了这么一个，就是说镜头让他故意演一下吗？不，这个镜头拍的就是美国记者自己拍的，因为任何这种总统出访外交场合，只要发生任何这种冲突啦、矛盾啥，肯定都是新闻。对吧？他就是美国记者，他不管你谁丢脸，谁这个吃亏，他只要觉得这新闻素材，我马上第一时间镜头就照过去，他一定是这概念，他就是一种职业的本能，一种反射。但是呢，我就说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奥巴马当总统，中共就敢这么给他下马威。但是当时不也是因为奥巴马没有带黑身去中国吗？OK， 你这个弯转的被突然袭击了。对，你这个弯转的实在有点大。就是这个礼品，它真的是一个，你看现在啊，有这种特级黑身，它是10周年的时候呢，它就是发现了这种特级黑身，然后就推出来了，这种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如果说满500美元呢，就是说会免邮寄，使我们的这个折扣码。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买3000美元的话，买一个大礼包，那你就会获得这种特级黑参。这个特级黑参跟他平时所说的这种6年根的普通的黑参有啥区别呢？它这个是更好，它的这个肢体会更饱满，它的营养价值可能也会更好一点。你看它这个真的是非常硕大的一根参，所以就是说是非常难得的。有很多参真的是小小的、瘦瘦的，但是你看这种它就不一样。你想，就是人也是成长的好一点，你吃的好一点，你就整个人营养价值看起来就会更高，你就更茁壮。这参也一样，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获得这种黑参的话，特级黑参的话，可以多买，然后多买多送。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特级黑参就是已经接近于要成精的，就是哦天哪，或者说特朗普黑参，真的不知道哎，真的说人参就是有这种成精的这种说法哈。那当然啊，不然为什么呢？人参要成精的，长得像个人，学像人形的，那就是有得灵气，得了灵气，它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会更多。按照过去的说法，对。那大家如果说是想保健一下，就是说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那当然身体虚弱的话，需要保养的话，当然是吃黑参会更好，因为它是人参嘛。那如果说是比较健康的人，大家吃这个也会提高一些免疫力，你身体会更加有劲儿，然后工作很辛苦，但是不会累，就像子定一样。对，你看当时就是说到这个海格塞斯、赫格塞斯也好，他对于习近平的那个眼神，我是听有些嘉宾啊，就是说可能是他作为一个以前是新闻主持人，然后去当这个国防部长，他在外交方面的礼仪还掌握的没有那么的如鱼得水，所以他的那种愤怒呢就是形于色，所以是不是这样解读也是可以理解？不是，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我就说了，刚才他刚跟习近平握过手以后，川普马上给他挑眉毛，而且你看那个就是一种嘉许。是一种嘉许的表情，就干得好。我说这他的意思就是干得好，小伙子，事先是有默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应当是事先有默契的。所以你提到刚才说那个习近平搞了一小动作，对吧？对，弄那个沙发，说那些小动作吧。其实川普这也是川普的小动作。双方斗勇。对啊，所以你感觉在看《三国演义》。真的，你别。表面上看上去，你觉得好像哎呀多枯燥无聊啊，他们就是这么在那儿走那个程序，外交程序，对吧？挨个握手，好像大家觉得这很枯燥无聊。其实你要仔细看这些细节，你就会发现，那是在明争暗斗背地里那个花样很多的，双方都有的。就像川普自己今天公开都承认啊，他说他们这个黑客是吧来搞我们，来监视我们，他说其实我们也搞他们，他都自己公开这么承认，还是很坦诚的。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冷战的概念。这就是冷战的概念。您说到冷战，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经贸问题，那目前看起来双方这个经贸问题是要偃旗息鼓了，是不是？也没吧。就贸易战这个问题，美国不是说只能说降温，就是推迟，就很多关税基本都推迟了。对，就是说基本上未来1年可能不会有大的贸易上，但是还没有兑现哦。这个是不是等中期选举过去了，是不是又会来一轮？他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你看他说的是这是传闻，对吧？说是双方都把一部分关税，不是所有的，对，是一部分的关税延长18个月，1年半。这个1年半是什么概念呢？你会发现1年半以后刚好就是明年的大选，开始这个筹备了。不是大选，明年哦，2027年刚好是对习近平来说刚好是21大哦，1年半以后刚好是他21大时候。哦，也就习近平需要这段时间来
调整国内的一些矛他盾？迫切需要，至少是在你就相当于说这个贸易休战1年半，他需要有这个时间来缓口气。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形势非常非常糟糕嘛，对吧？你看这个躺平的或者是怎么地的，那个失业的这种已经是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了，已经危及到习近平本人他的这个地位了，他的政治的地位了。就你经济也搞糟了，外交也搞砸了。那所以这不又是给习近平松了一对啊口气吗？就是如果缓兵的话，这个贸易战休战对于中共是有利，那美国为什么要答应呢？因为对川普也有利。因为这川普有各取所需，对不对？川普他需要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对，中期选举他需要什么呢？第一就是贸易战不要因为贸易战一打，毕竟那个关税一加，那物价啥的往上走，对他现在本身的油价就已对经太是个高了问题了，太高了你物价再上来，对他来说其实不是有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他这次不是多少还是带了一些这种采购的清单嘛，是吧？习近平说我要买你多少架飞机对，200架对飞机，也要买你大豆，然后呢，有表达了要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意愿。对当然，这种你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中共他不太可能去买美国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不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中共他不会的把这个能源他一定不会弄来说依赖你美国。嗯我依赖中东，我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都比依赖你美国对要安全的多呀，是吧？他一定是把美国视为敌人的，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相当于说给川普要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其实这次川习会，对，这都变成你要我那说个，这次川习会呢是给川普提供的情绪价值要高于他的实际的这种价值。对啊，你看双方其实那个会谈其实没进行多久，星期三过去，周四会谈，周五就回来了，会谈是2个40多个小时。小时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你看川普在中国，因为你要站在川普的角度，你要这么想，就是他相当于去中国去这个一日半游，对吧？放松了一下。与此同时呢，还得到习近平至少口头上给他支持了嘛？对伊朗问题啊，支持你这个什么不能有核武器，海峡也要这个要自由航行。OK， 他觉得至少在外交上，在舆论上对他得到了一份这个资源。与此同时呢，我还带回来几份这个采购订单啊，是吧？这个至少飞机200架，他当然是分阶段了，不会说一口气就买200架。但至少说对我们这个工商界的人士来说是利好。还有那个花旗银行不是拿到了那个就是叫做独资券商的牌照，这是中国的第7张牌照，对吧？就是也算是打开了一点，就是金融服务领域的这个市场准入。说白了，我觉得这是中共给险吧，感觉中共给点甜头嘛，给点甜头在遛狗似的，给点甜头。对，但是这么一点甜头你就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川普大不了就是花了一点汽油钱，飞过去，然后呢吃一顿。但他也没吃中共那边的东西，都是吃白宫这边带出去给他做的饭。然后呢，我还带回一点这种订单回来，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利好，对他中期选举是利好。但是川普他在舆论上一定会要大造这个舆论的。哎呀，你看习主席对我们多尊重，是吧？然后呢，而且你看他还要买我们的这么多东西，又给我们带来多少这个机会，而且他还要投资我们怎么地，他一定会要去这么去说的。对，但是现在就是你想何乐而不为呢？对他来说，对，但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就是川普这一次其实就是在帮习近平续了点命。习近平，首先第一个呢，川普这次去访华是习近平邀请的，是，对吧？记得吧？还没开战，那个时候伊朗还没开战，本来3月，而且本来是3月底到4月初的，而且是一口气他同时邀请的，几乎是同一天，这边邀请川普，那边邀请这个普京，是在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同一天宣布的，敲定的，所以的确是你说的非常准。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干这个动作？他给川普先送了个礼包嘛，对吧？他当时我买你大豆，1个季度就买完今年全年的那个大豆的指标，现在给川普送了一礼包，然后邀请你来访问。他为啥？他就是要给他续命的，他要借助川普，借助普京，尤其是川普，毕竟川普是世界第1强国总统。OK， 你看他来跟我称兄道弟，是吧？他来给我站台，而且呢，必然的就是川普一来访问了中国，回头一定就要邀请习近平去回法昂。对，所以你看已经定下来是在9月中旬。那至对少在这段时间之内，习近平他觉得我的位置就是稳的。你们谁要是敢动我的，就你们要随便敢动我，这个国际影响可就大了，对吧？我是还要去回访这个川普总统，回访美国的。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给他自己来，的确是在续命。也就是说，看起来这次川习会双方是各取所需，但是对中共或者对习近平的利好可能更多一点。对，你像中共给出那些承诺，就说是200架飞机，它会不会像第一次这种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又承诺很多，它就不兑现？对啊，这个是经常干的事儿啊。我比较倾向于呢，它可能会兑现一部分。因为呢，中共它买飞机和买大豆是它的刚需。它是没办法的，飞机它自己造不出来，它那个919根本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笑话。所以呢，它必须得因为世界上就这2家，要不就买波音，要不就买空客，是吧？你跟空客那边也不是也不是个好对付的，所以呢，你不如跟美国这边正好改善关系，那我就把这个订单给了美国，所以他反正都要买，还是刚需，所以我觉得他至少兑现一部分是没问题，包括买大豆也是，他大豆的缺口是非常大的，你不买美国的，你就得买巴西的，结果大约上次不是第一届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这么干的吗？对啊，中共当时为了打击川普，我不买你这个你美国的大豆了，然后呢，美国大豆这么多怎么办？全部就他们中共去买巴西的，结果巴西一转手现在买美国的，一转手还加点价，然后卖给中共，变成是这样子，二道贩子。所以呢，中共呢就是说它是刚需，它肯定是要买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那个华能训练芯片，对吧？芯片它有可能它只买很少一部分，它不会大规模的采购，是因为芯片是美国掐中共脖子的，对吧？对，因为中共是唯一能拿得出手去跟这个芯片对抗的，就是稀土。所以呢，中共其实自从第一次被美国掐了脖子以后，这几年来，其实在拜登时期其实打中共就是打这个芯片，大家记得吗？他出了好多次这个禁令，制裁华为，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禁令开始，就是从拜登那个时候开始起，这已经好几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中共其实习近平那个时候他真是大权在握的，他当时他就定下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不行，这芯片必须得不能让人掐脖子，我们必须得自力更生。所以才有了华为后来搞这个升腾啊，这些什么芯片大规大规模的投入这些。现在只不过是因为其实严格说，他现在卖的那个 H200，对200，对那个芯片的，华为它那个升腾的这个芯片呢，跟它这个 H200的，其实要论性能上差距不太大了。我看川普回程那个在空军1号上就是说，其实中国那边是有比较高阶的芯片。它的就是升腾这款芯片，它和这个 H200其实差距不大，就是没有那种代差的实际的差距了。它真正差距是在哪儿呢？因为它那个升腾的量产不够，所以它成本就高，它量产达不到规模，它的成本就高，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H200呢，它的这个优势是在于它的这个就是成本比较低，所以我可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而且我的性能比你那个还是要好不少，虽然没有达到说差一代这么大的这个差距，但是还是要好。那你想，任何一个厂家，任何一个这个客户，他一定是这个质量还要好一点，而且还价格还便宜，我肯定是用你这个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习近平他是在使用这种行政手段，在强有力的在进行干预，就是他担心你大规模的卖进来之后，我这国产的这货肯定就没人要了。国产货没人要了，就相当于这公司就要被击垮。你现在出来没人要，你不就击垮，你不就黄掉了吗？因为中共就是用这种手段不是去打这种贸易战，去挤别的国家，对吧？我的这种物美价廉的大量的去低价倾销，去把就把当地的那些工厂全都给击垮破产，最后就变成我就独霸天下。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川普也是以毒攻毒。为什么川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芯片很先进，我们不能给。后来川普才有点明白过来这道理，他觉得因为这个 H200并不是最先进的，是吧？它是次先进的那款芯片，还做了一个减配，是低配版。是，但是中共呢，它擅长弯道超车。你说你给他一个稍微高阶一点的芯片，他会不会又好大力去研发，然后最后他就是有这种风险。所以川普他就死卡住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光刻机。这个你看他从来一点不松口，就是你要造出芯片，你哪怕是有了这技术，其实中共早就听说，他们从那个台湾，从这个台积电不是挖了多少人才去，好多技术他们早就有了，就理论上的技术人才他们也有，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那光刻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光刻机它不是，我们都知道光刻机它是几十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负担一部分，而且都是这个国家最精华、最顶尖的那种工业的技术的精华，组合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中共自己根本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他把所有这些每一个项目，他自己都可以用国产化的方式来组成。所以呢，光刻机是一个硬伤，就是只要不给他那个光刻机，你再有再多的人才，你投入再多的钱没用，是吧？是这个是关于就是这个是科技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次虽然表面上是谈经贸、谈科技，但其实有2个问题，川普反复提，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伊朗。对，台湾问题很大，我们可以单开一集讲。然后伊朗问题，我觉得是挺微妙的一个表态。他说我可以做任何你需要我做的事情，就习近平给出这样一个表态来。可是，在川普回城的路上，又发出一个消息说呢，中共这边好像说要承认霍尔木兹海峡归属于伊朗管。是，对，我也看到那个消息是伊朗方面发的。对，他说中国怎么看这个消息？对，我觉得这是中共这被耍了吗？被伊朗给耍了？没有，我觉得中共他是对人说一套，对美国说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他有这样的，就是说美国的诉求是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开放。那中共答应说，对我们当然支持通行开放，不收费，不然我们现在船也要收费。但是通行开放和主权不是一回事儿。伊朗这边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归我们伊朗，所以中共可能一边跟美国说我们支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同时对伊朗说主权还是你的。美方的会议报告其实好像就是说，中共这边也是认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不能收费，不能被封锁。对。这是一个但是没有那么非常明确的表态说这个不属于伊朗，就没有故意强调这个东西。对，没有强调。但是伊朗就是说啊，中共同意我们那个这是我们的主权，归属权是归我们的。其实中共他不是表这2个态，对吧？第一个，他认为伊朗也不能拥有核武器，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支持这个海峡开放、自由通航。我的看法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基本就是这概念。你别把它当真，它就是表个态而已。因为呢，中共它永远不可能放弃伊朗，尤其习近平不可能放弃伊朗。伊朗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我们过去不是说这个邪恶轴心嘛，对吧？中俄伊朝这四大这个流氓国家，就是伊朗其实是他在整个中东唯一的。因为习近平他老是喜欢说一个词儿叫做抓手，对吧？他干什么事儿，我们需要一个抓手，就是一个相当于突破口，或者说叫做一张牌，或者一个筹码，就这个意思。伊朗是习近平他那个所谓东升西降，所谓的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在中东的唯一的一个抓手，就是这个概念，他不可能放弃的，相当于代理人。对，而且这是制衡美国的一个筹码。对，就是中东只要乱下去的话，那个美国他就没法抽身，因为有个以色列在那儿。所以你刚才其实濮阳你已经其实无意中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川普不是就是打台湾牌嘛，对吧？你中共你在台湾问题上，你总得求着我，不要去军售啊，这你会不会出兵啦？你反正你要看我的脸色，说白了。然后中共一定就是打伊朗牌的，每人手里有啊，你呀，所以我说他不会放弃伊朗，就是因为所以川普就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这个也是挺绝的。那当然，就是川普这个人，他当然要说这种硬话，放狠话嘛，谁都会放。所以呢，但是川普他其实，你看他这次要去见习近平，还是抱着这么一点点这个想法的。万一说不定习近平能帮我这忙，是吧？我就不用再打仗，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好，这是上策。但是呢，他的确也不太可能。对，其实我就说，我觉得确实根本是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儿。说现在美军在这个中东这边现在已经是开始战备状态，已经是战备状态。说川普下飞机就随时有可能，就随时下令会战事重燃。但是还看到了消息。对。但是有没有可能？你是做军事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觉得他会重新开战吗？我觉得川普不太会重新开战。川普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伊朗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翻篇了，我不想再谈伊朗，你们快给我结束。核农所有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核农所，我现在是这么感觉的。对于川普来说，他有这个时间线非常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川普要打仗的话，他首先肯定是有限度的这个空袭，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就一打1个月，他就是我空袭就几天的时间把你的基础设施或者把你的这个领导人清除掉。所以他空袭的话，他一定选周末，这样的话对股市经济影响最小。这个周末的话，我目前感觉川普可能性不大，因为刚回来，他很多信息需要去定夺，特别是习近平，不管怎么说，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发言，对于川普来说，他可能觉得外交谈判桌上我是不是多了一个筹码，那我外交上是不是再试一试？所以如果这个周不行的话，就拖到5月底。对于川普来说，这个窗口越来越小，因为6月份就要世界杯了，世界杯在美国举行。你不能世界杯的时候说这边世界杯的时候伊朗还会过来，然后你世界杯的时候再和伊朗在打仗，然后你这边打伊朗，万一伊朗在世界杯期间做一些恐怖袭击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就很难看。然后世界杯进行期间又是7月4号，美国250周年，对于川普这种人太重要了。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太可能在这种250周年大庆的时候来开战，对吧？对，所以我觉得6、7月份不会开战。你这个窗口非常小，就剩最后我们5月中下旬这2个周的时间，川普有没有信心说我2个周时间就能解决战事？到6月份的时候，就是伊朗问题彻底解决，我觉得川普或者是执政团队没有这样的把握，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大规模开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他怎么办呢？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去夺核农所有呢？我觉得川普现在他可能不太想冒这个风险，就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报道，就是说，包括伊朗谈判的时候也说你们这个 nuclear dust 我们处理不了，你们要来处理。一个是俄罗斯还是中国？他说只有中共和美国。你想想，伊朗自己处理不了，你美国他要真是去那个纳塔兹，包括福尔多都被美国去年都炸了嘛？你美国要到那儿至少要待好几天的时间，你想想这么多人在那儿，你需要护卫，你需要有防空设施，因为伊朗万一有无人机或者火炮袭击，对，你有2个周其实很长的时间，并且你深入伊朗腹地，你要建立一个基地，然后基地外面你要建立一个火力半径，这个火力半径意味着就是伊朗军队如果进入这个半径，你要能够消灭它，你空中也要有防空的设施，你地面要有防空，这么多人的补给，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美国要建简易机场？因为这么多人，包括补给，一天当时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要往滩头送多少补给、弹药、食物这些东西都需要补给的，所以你必须需要一个简易机场。你这么一想下去，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我有做一点小小的研究，就像刚才子令提到这个问题，你要去把那个农所有给挖出来，他首先得派一支大部队进去之后，在那儿建立起一个基地。然后你得守住这基地，首先毫无疑问可能是几十万的伊朗的这些陆军就会攻过来，你得这个基地你得要有重装备的，你光凭拿这个几杆这个什么自动步枪你是守不住的，那伊朗别人要是坦克开过来，所以你得有空中的这种打击力量，然后呢在这个基地上这些就是进去的地面部队他们也得有重装备，整个你得在跟外围的伊朗的军队在持续交战的背景之下，然后呢你还得把那种大型的挖掘设备给运进去，然后去挖，在这外边在打着仗，然后你这边赶快去挖通了以后，你还得派就是这种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进去，因为那些全是那个浓缩铀必须得有非常专业的人士去处理，科学家小组，而且这批浓缩铀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400多公斤，我看到了他们就是专家做了一个估算，说这是400多公斤的话，你要把它给弄出来，用他们那个密封的什么罐子，至少要分装是5辆这种大型的卡车才能够才够用。所以呢，就是他得挖掘机挖出这么一条车道，那种大型的卡车能够开进去，把东西全部都装上了，然后再开出来，然后呢还要再就是伊朗全方位的这种，因为你动了伊朗命根子啊，那时候他毫无疑问是全力以赴来攻击你的，你要在这种背景之下防护住，然后呢把这个大型的运输机还可以降落到那个基地去，然后再把这5辆大型的卡车安全的开上那个运输机，然后再安全的飞出去，就整个全过程。这样一个计划太容易出意外了。我们知道你任何军事行动出现意外都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军事计划的时候，它很多环节都可能出意外。
这会给美国带来不可伤亡预测性，会很大的一定会带来伤亡。对，所以我不认为川普会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川协会对于这个伊朗问题也没什么注意。我听下来好像也是这个感觉川协会好像所以我不说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嘛，真的就让高兴一下啊！你看，习主席有表态来支持我了，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此而已，他还得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我不知道子令你是觉得说，如果说他不敢打啊，他会怎么来解决这问题？你继续封锁吗？你总得要有画个句号啊。我觉得现在川普就是封锁，对就是我去就是看你经济先崩溃，然后就是说施加压力吧，但是就看到底多久能够产生效果。那之前有说10天，但目前10天过去了，看起来好像没有产生美国想要那种压力。他现在也那我们只能再封锁，往后拖现在也在封锁中，但你看伊朗对并没有表现出崩溃的迹象。对，看起对吧来没有那么乐观。所以对其实这个封锁呢，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凡是这种封锁，尤其是经济上的封锁，它那个是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不是3-5天的事儿。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他为什么现在就有点，我觉得就是川普现在就是他缺一点决心。他如果当初啊，你要我说啊，我觉得客观的说，我觉得川普他当初就是突然要停的那2周停战，那个时候他如果听内塔尼亚胡的，在那个时候他别停手，剩下这2周就是全力以赴的再打下去，弄不好这政权已经就垮台了。但是呢，停了这3到4周了，差不多快1个月了，伊朗其实重新缓过气来了。有句话就比较叫麻烦，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而竭。对对，就是这道理。就是你一鼓作气没有拿下来，你再而衰，你真想再打，再弄就麻烦了。你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对对对，再想启动战事，我觉得很麻烦了。看看川普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军事动作吧，估计下周会有一些这种战情的会议啊什么的。是，对，所以你看，这说到大动作，就没顾得上说小动作了，对吧？对呀，小动作这些还是挺多的，但是网上都有各种讨论了。但是就是说，川协会这次大的这种成果，就是台湾跟伊朗。我们接下来要使劲说一下台湾问题。那伊朗问题究竟会不会打？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所以子丁认为不太可能，唐俊远先生也觉得几率很小，概率比较小。但是呢，我这点跟子令看法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他有时候会误判。他有时候也会出一些就是故障，对吧？出一些问题。但是川普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真把他逼到没路走了，他是敢出手的。川普这个人他是有这特点，而且他真是没路走了，他是抗压能力非常强，能够做一些有高度风险的决定。他敢出手。对 OK， 那大家怎么看接下来伊朗问题的解决？川协会对于伊朗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感谢收看圆桌骑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